上一期讲到，我和三胖发现了一段邪门录像。中国队每次重踢世界杯，球员都会保留记忆，他们从困惑到疯狂，有人故意踢断对手的腿，有人抡刀血洗球场，甚至用死亡逃离轮回。可就在全员崩溃时，李玮峰突然反杀巴西队，你以为赢了就能解脱？更恐怖的真相来了，这段视频根本删不掉。下面我们继续聆听下一个事件。那天之后，我在749局遇到的第一次事件便就此告一段落，而我在局里的实习生活也因为林千怡的回归而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或许是因为知道我在他不在时偷了懒儿，这一次林千怡的训练要求比之前又严格了好几倍，每天都能将我操练个半死。不过让我欣慰的是，这一次被林千怡折磨的人不再只有我一个，让我受罪的罪魁祸首三胖也加入了进来。原来自从那件事情之后，三胖果真求人得人，凭借着这次事件的表现得到王军的赏识和调动的借口，把他从情报处调动到了调查处3科，也就是我的科室里上班。不过离开情报处时，吴天也没少给他上眼药，或许是觉得就这样被王军挖角很没有面子。在三胖的调令下来之前，吴天先是把三胖直接踢出了情报局，随后再由王军出面，将已经成为平民的三胖招入了调查处上班。吴天这一手可不仅仅是为了情报处的脸面，更是给三胖下了绊子。749局的成员在进行内部岗位调动时，原本的工作资历也会被考虑在内。新加入的调查处的成员会按照老员工的待遇直接开始正式上班，可是因为吴天这一手，直接让三胖在名义上成为了新加入749局的菜鸟，不但工资比过去少了许多，最重要的是三胖还必须和我一样接受为期3个月的实习期。如果说少了点工资在三胖看来还没什么的话，那要他和我一起接受林千怡的实习训练，那可真是要了他的老命了。就比如说每天早上的负重跑步，对于我来说虽然也不是什么小意思，可要完成却还不是问题。可三胖就不行了，刚开始的时候连续2个星期，只要一到早上锻炼的时候，他就双腿发软，绕着大楼跑了不到一半，就会在地上吐起白沫。第一次跑的时候，三胖就对林千怡求饶道：“林姐啊，你就是我亲姐了，求求你放过我吧啊！我真的跑不动了。”林千怡却对他说：“不行啊，身为调查处的调查员，连跑步都吃不消，你还有什么资格出去查案子呢？这说不通啊！嘿嘿，我是要查案子，又不是参军嘛。跑不跑得动和我有没有资格查案子有什么关系嘞？”三胖眼巴巴地看着他，在地上一坐就不肯起来。不过林千怡却是不吃他这一套，只是拿出了手机就准备打电话。我好奇地说：“林姐，你要打给谁啊？”“王处长啊，我要告诉他新来的朱顶天吃不了苦，建议他干脆还是让朱顶天回情报处算了。”一听这话，三胖伸手叫道：“别啊，我跑还不行吗？”自此之后呢，每一次三胖想要偷懒，林千怡就会抬出王军的名字。在他的威胁下，三胖终于勉强能跟得上我们每天训练的节奏。只不过有的时候，他最后几圈的跑步都必须要我架着一起跑才能完成，平白让我多跑了几圈。这样的日子过了3个多月，等到我俩顺利通过了实习期，成为调查处正式调查员时，三胖也成功完成了减肥，从260斤瘦到了230斤，虽然看上去仍然并没有什么区别。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三胖兴奋地请我又出去吃了一次大餐，说是要把这段日子掉的肉好好补回来。吃饭的时候，三胖还不断和我憧憬着未来惊险而又刺激的生活，说自己在局里苦熬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能有成为调查员的这一天。眼下这苦日子终于是熬到了头，他也可算是得偿所愿了。然而有句话说得好啊，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骨感的。一晃眼，我和三胖已经成为正式调查员2个月了。三胖本来还以为在调查处的工作有多么惊险刺激，可没想到我们每天的工作也不过就是看看文件，检查情报处送来的可疑案件，等真的发现有值得调查的情报之后，却并不需要我们出动，而是将这些情报转交给1科和2科。时间久了，我和三胖心里都感到困惑，这调查的活都交给了另外2个科室，那还需要我们3科干嘛呀？虽然这样子的工作的确很清闲，薪水高，工作又少，对于从小吃惯了苦的我来说，这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生活了。但是时间久了，我也不禁有些急躁了起来。毕竟我当初加入749局的目的之一，可是为了找我老爹的下落呀。可如果整天这样子混吃等死，接触不到外面的情报，那我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和林千怡找到老爹的下落呢？至于三胖，那就更为烦心了。他当初想要加入调查处，可不是为了像现在这样每天涨标的。用他的话来说，如果自己想要的是现在的这种生活，那当初他就不会千方百计离开情报处了。后来找林千怡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调查处3个科室，1科负责黄河以北和西部地区的调查事务，2科则负责黄河以南地区，而我们3科却是机动支援科。顾名思义，就是哪个科室人手不够了，才会用到我们帮忙。可那2个科室不像3科，人手原本就多，因此实际真的需要我们支援的次数当真是少得可怜。再加上毕竟这个世界上的神秘事件终归只是少数，又不是交通事故每天都会有，仅仅依靠2个科室的分工合作就已经足以应付了。结果到头来，我们3科的日子就变得清闲无比了。当时听到这个解释，我又问了林千怡一句，那为什么香港的那件案子会是由他出面负责？照林千怡的解释，香港的佛像事件其实应该是由2科负责才对，那也算是机缘巧合了吧。林千怡有些感慨地说，我有个朋友是东海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那段时候他正好参与了霞山寺古籍的复原工作，我就是从他口中听说了那本霞山寺知客僧日记上的故事。调查处各科室的工作虽然按照地域来分配的，但如果是调查员自己发现的可疑情报，那也可以由发现者自己进行调查，所以我后来才会自己去了香港。我一听很高兴，早知道可以这样，那我们还每天傻坐着干嘛呀？与其在办公室里看看文件，我和三胖早就应该去情报中心自己搜集下情报，说不定就和之前一样，又会遇到一起值得调查的事件。三胖却对我的提议兴趣寥寥，说我的想法太天真，除了实习期之外，调查处调查员平时是禁止操作情报中心的电脑的。我和他想要自己找事做，那就只能用办公室里的电脑自己查。没有情报中心性能强大的情报收集系统，我的想法就无疑是大海捞针。我问三胖，那怎么办呢？难道他就打算这么天天的在办公室长标了？三胖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我，我却是注意到这家伙的一双小眼睛当时就散发出来一种异样的光芒。我心想，他一定是在动歪脑筋。后来一看，果然如此。那次谈话之后，三胖去另外2个科室串门的次数就频繁了起来，经常在别人办公室一坐就是1下午，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有一次我偷偷跟过去偷听，才知道这家伙竟然是想要跳槽到1科和2科上班。他有这个想法倒也不奇怪，事实上现在1、2科上班的不少调查员以前都是3科的人，大家也都是因为觉得在3科工作像是在养老，再加上1、2科负责的范围太广，人手的确打点不开，便让他们一个个调离了3科。不过别人能够调离3科，却不代表三胖也能够。不管是1科还是2科的科长，在见到三胖的身材之后，
他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断然拒绝了他的申请，任凭三胖说的唾沫星子乱溅，也不给他半点讨价还价的余地。看到那2个科长都如此明理，我也就安心了。反正三胖究竟是走是留，和我都没什么关系。虽然我对自己目前工作的处境也一样有些担心与不满，可一来我自己清楚，自己不过是刚刚转正的菜鸟，根本就没有资格去和别人提调动工作的事情。二来，3科里还有林千怡在，我不可能扔下他不管呢。不过幸好，这样无所事事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这一天，我和林千怡在晨练后一起吃了早饭。回办公室的路上，不知是谁开的头，竟然讨论起上一次事件的后续。我很好奇呀，那段视频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才会导致视频中的人物出现了那样的变化呢？林千怡回答我，这个原因恐怕短时间内很难知道。虽然749局内部有专门对收容物进行研究的机构，可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真正能被科学家弄清楚原理的收容物，却恐怕连1只手都能数过来。对此，我感到非常不理解。我对林千怡说，为什么749局要把这些神秘事件全部隐藏起来？我觉得，如果能将这些事件向全社会公开，集结所有人的智慧的话，或许我们早就从一些收容物中找到能对社会和国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技术了。林千怡却对此没有做出太多解释，他只是对我说，49，你的想法太天真了。我正想追问林千怡为什么会这么说，办公室已经到了。推开房门，正好看见三胖正拿着电话拨号，看见他今天竟然在办公室，林千怡不禁调笑道，咦，你今天怎么不去2科报道啊？这几天三胖天天在2科办公室蹲点，又是端茶又是打扫卫生，只为了能调入2科。他动静闹得有些大，连林千怡都已经知道了。不过和大多数人一样，他只把这件事当做了一件好笑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就给高科长打小报告。三胖不敢对林千怡还嘴，只能傻笑了一声，随后又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放下电话正色道，林姐，没有时间开玩笑了啊，我刚才正要给你们打电话嘞，快去3楼的会议室啊。问他怎么回事，三胖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解释道，刚才出宿舍的时候见到了高亮，他让我们赶快去3楼的会议室。三胖问他怎么了，高亮只回了他一句，出大事了，便先走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但也能感觉到这次的事情恐怕不小，因为自从我来到749局之后，这还是高亮头一次如此郑重其事的叫我们去会议室开会。到了3楼的会议室，高亮已经等在那里了，但奇怪的是，除了他以外，王军也和2科的几个人也意外在场。2科来的是他们的科长方健，这位看上去文质彬彬，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比起调查处的调查员，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私企经理，但其实却是一位调查处的老骨干。据三胖说，他在来749局以前曾经是公安局刑警队里的王牌。除了方健之外，另外4位则是2科今天没有出任务的留守科员。我们几个刚坐下，王军便起身开始了会议。他倒是没有废话，直接就奔向了主题。1周前，2名2科的调查员被派往川西8城，负责调查一起山精出没的传闻。虽然事后证明该起传闻为不实消息，但是这2名调查员却在定时联络时表示，需要临时在8城逗留一段时间，调查当地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然而24小时之后，2名调查员就与局里失去了联系。2科科长方健根据上一次定时联络2人透露的消息，立刻联系了8城警方确认2人情况，结果却在今天早上收到了当地警方传来的2人死讯。749局调查处的调查员虽然一直以来都会在工作中出现死伤，但是却很少像这次这样一下子同时失去2名调查员，因此王处长立刻将这次事件定为第一优先任务，一定要将此事原因
调查个水落石出。此事本应由二哥负责，但因为二哥大部分探员此刻都在南方各地调查事件，短时间内只能抽出连同科长张健在内5人前往川西。因为已经有2名调查员牺牲，王军担心以这样的力量容易再生意外，因此决定派遣我们3颗从旁协助。说到这儿，王军看了下手表，便说道：“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剩下的具体细节等上了飞机之后，再由方健具体给你们介绍。好了，现在所有人先回去准备，记得都给我穿上警服，带上公安局、刑侦局的证件。10分钟后，楼下广场集合出发。”王军吩咐完后，便散会了。2科的人先飞奔着冲出了会议室，因为我和3胖算起来，名义上都是第一次出任务。王军特别叮嘱了我们2句：“49，小朱啊，这次的事件恐怕至少也会是丙级事件，你们2个新人要注意安全，别逞强。我不希望调查处再有人栽在8成了。”我点头称是。3胖却没有作声。我回头一看，才发现这家伙脸都青了。他调入调查处是为了追求刺激不假，可现在听说这一次行动已经有2名资深调查员遇害，他就开始慌了。王处长这个，我不过就是一个新人哈，参加这样重大的行动，有些不合适吧？要不这次我就留在局里看家。王军好像没听清楚。什么？小朱，你再说一遍。一边说着，他还一边对高亮挥手道：“老高啊，把小朱同志的合同拿过来。”3胖忙问道：“王处长，你要我合同干嘛呀？”王军眯着眼睛：“我记得那合同我好像还没签字呢，现在拿到碎纸机那儿，估计还来得及。”3胖一咬牙：“请首长放心啊，这次我朱顶天一定要把真相调查清楚，给死去的同志一个公道。”王军很为难地叹了口气：“小朱同志啊，万事不用勉强。”不勉强。见到3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王军微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小朱同志啊，竟然这么有心，那我就在这里祝你们平安归来了。记得安全第一。”15分钟后，一辆军牌大巴车载着我们9人离开了749局大楼。半路上，我见到大巴车的行进方向，不禁有些奇怪。东海有2个机场，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可是我们这辆车却并没有去这2个机场中的任何一个，而是直接开向了市北。我对高亮问道：“高科长，我们这是去哪儿啊？难道我们坐飞机改火车了？”高亮白了我一眼：“坐火车？那还不得坐断了我的老腰啊！那我们只是……你到了就知道了。”40分钟之后，当我和3胖张大着嘴巴抬头仰望着一架运8运输机的时候，才明白这一次我们竟然要坐军用飞机去8城。我靠，用得着这么节约时间吗？和军队借飞机成本很大吧？3胖显然还对这次的行动害怕着，话音里依然透露着一股退缩的味道。别给我丢人现眼了，这是回收处的飞机。高亮踢了3胖屁股一脚，催促道：“赶快上飞机，要起飞了。”这架运8虽说是军用飞机，但是飞机的内部却和我在电视上见到的完全不一样，倒有点像是美国大片里的空军1号。内部被改造成了一个飞行办公室，里面除了一溜长椅，还有几台笔记本电脑和投影仪。飞机起飞后不久，方健让我们关闭了机窗上的遮光罩，随后便用投影仪给我们介绍起这次任务的后续说明。事件的起因源自于8城发生的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因为死者的死因过于怪异，才引起了2名调查员的兴趣，更改了计划，留在8城调查。3胖举手好奇道：“方科长，怎么样的怪异啊？是被人砍掉了脑袋，还是7孔流血而死啊？”“哈哈，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这是警方在现场拍到的照片。”方健冷笑了一声，点了一下鼠标，随即在漆黑的机舱内，一张照片出现在了屏幕上，紧接着机舱里便响起了一连串抽泣声。看到这张照片，
我的胃里立刻感到有些翻腾，而三胖更是直接忍不住，捂着嘴冲进了厕所呕吐起来。这张照片已经不是血腥那么简单了，而是令人感到恐怖，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怖。照片的像素很高，照得极其清楚。在照片中，一个约莫40来岁的男子倒在一地的血泊中，他的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只是他的双眼却赫然已经变成了一对凹陷的空洞。方健指着这张照片道：“死者名叫蒲苍流，今年47岁，巴城警局反扒队队长。1周之前被发现死于自家住所。死者尸体被发现前的晚上，有邻居拨打110，称从死者住宅中听到了惨叫声。当时地方派出所的警员曾经询问过，却发现没有人开门，死者家里的灯光也全部关闭，因此警员当时以为是误报。但第2天反扒队的队员却发现蒲苍流没有上班，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因为死者已经与妻子离婚，家里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他的部下担心蒲苍流出意外，便上门确认，结果就在蒲苍流家中的卧室里发现了死者尸体。”方健点了下鼠标，屏幕上的照片切换成了尸体的脸部特写。机舱里的人可以清楚地看见死者那凹陷的孔洞中看不到半点眼球组织残留的痕迹存在。这时候三胖恰好从厕所里走了出来，看到屏幕上比之前还要清楚的死者头部照片，立刻又捂着嘴冲回了厕所。方健没有理睬他，继续说：“你们也看到了，死者的身上除了双眼之外，并没有任何明显外伤。尸体解剖后确认，死者的死因是因为失血过多死亡，而唯一的出血部位就是他的双眼位置，也就是说，他是双眼被人挖出后死去的。而且根据警察在现场的调查，并没有发现死者的眼球。”一个2科的人立刻插嘴道：“科长，这岂不是说死者的眼睛是被人带走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不就是一件谋杀案？为什么你会说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呢？”方健回答道：“你的这种想法也是警方最初的想法，但是进一步的尸检却让警方判断，这件案子根本不可能是人为造成的，只可能是因为死者自身的原因造成。”“为什么呀？”我们都奇怪道。我注意到这时候方健的眼神有些变了。经过法医的检验，在死者眼窝里并没有发现任何组织外伤，也没有出现血管破裂的痕迹。我没听懂方健话里的意思，只好举手发问。他对我们解释道：“人的眼球里有许多肌肉和结缔组织，这些组织保证了眼球被固定在眼窝部位。但是经过解剖的时候，法医却发现，在死者眼窝里的结缔组织却是完好无损，根本没有被外力破坏的痕迹。但事实上，如果死者真的是被外人挖出了眼睛，不管是用双手挖出，还是用什么工具，甚至是在使用激光将眼球挖出的时候，都会在结缔组织上留下痕迹。”“什么？”我顿时觉得周身有些凉意。“方科长，那他的眼球究竟是怎么被挖出来的？”方健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总之，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在现场找不到死者的眼球，当时巴城警局的法医为了应付上面的压力，最后只能不得不得出了死者可能是因为动脉瘤导致眼压失常，使得眼球自行溶解的判断。”原来如此，我心想，难怪当时那2名调查员会对这起事件产生兴趣。接下来，方健又简单说明了一下那2名已经牺牲了的调查员的情况。根据巴城警局先期汇报的消息，那2名调查员的尸体是在不同的位置被发现的，2人的死亡时间先后有1个小时左右的差距，而他们的死因也和我们刚才看到的警员死因一样，都是因为眼球消失导致的大出血而死去。不过说到这里，方健还提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发现2名调查员的尸体的同时，警方还在距离2名调查员尸体位置的数公里之外发现了另一个人的尸体。
死者是当地一名放高利贷的混混，和2名调查员以及第1名死者根本就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关系。可是他的死因却竟然与其他3人一模一样，都是被人或是某样东西挖去了双眼。因为我们这次出发的匆忙，警方还没有来得及将更多的消息传给我们，因此具体到底是怎么样，房建告诉我们只能等到了8城再去询问警方了。2个半小时后，飞机在8城某军用机场降落，来接我们的是已经提前得到消息的当地回收处的行动小组。看到他们，我不禁感叹了一句，这回收处怎么到哪儿都能见到啊。林千怡白了我一眼，说道：“49，你上理论课的时候都在打瞌睡吗？我可是说过的，只要有解放军的地方，就有我们749局的回收处行动小组。”又坐了1个多小时的车后，行动小组的司机将我们送到了8城警局的总部。半路上，房建已经给当地警局打过了电话，因此车子刚刚在警局门口停下，一群领导已经迎了上来。因为这次遇害的2名调查员名义上是部里的警员，因此8城当地对这次事件也非常重视。市局的领导在迎接我们时，当面叮嘱局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一定要对我们全力配合。除此以外，还安排了几名看上去就非常精干的警察陪同我们一行人，说是要协助部里来的领导一起将这次的事件调查个水落石出。说是协助，可这种安排更多的却带有一点盯梢的意味。方健断然回绝了，好说歹说，他才同意让一名看起来最年轻的警员陪着我们，避免在之后和警局一些部门沟通的时候出现误会。又和这些领导聊了一会儿，方健已经没了耐心，随便应付了几句，问他们要了一份警方目前调查到的线索资料后，便提议要先看一下2名调查员的尸体。眼时间里，2名调查员的尸体果然如之前汇报的那样，和我们在飞机上看到的尸体照片死因相同。2科的人看到自己伙伴的尸体，眼里都泛着泪光。方健更是脸色铁青，紧锁着眉头。他翻看了一下验尸报告，没找到什么新的线索，便问陪同的那名小警察，2名调查员的随身物体都放在了哪里？另外，他们的东西有没有被其他人看过？小警察告诉我们，当时出警的警察在翻到2人的证件之后，立刻就将此事上报到局里。局里的领导听到竟然有公安部的警员在本市遇害，大为震动，立刻就下令封锁消息，并且调集局里的精锐勘察现场。至于他们身上的其他东西，除了现场发现的2个手提箱和1台摄像机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了。2个手提箱因为上了密码锁，加上死者的特殊身份，局里的领导担心箱子里有什么重要文件，便没有让人强行打开检查。倒是他们的摄像机，当时负责侦办的警员都已经看过了。提到那个摄像机，小警察脸色顿时有了变化。高亮问他：“你也看过了？”“哦，不瞒几位领导，我就是负责侦办这个案件的专案小组的成员。当时我们几个看了摄像机里的画面后，都是一头雾水，谁也说不清楚里面到底拍到的是什么东西。后来局里的领导看了之后，还对摄像机里的内容下了封口令，禁止我们和局里的任何人谈论里面的内容。”方健顿时命令那小警察把摄像机拿来。几分钟之后，我们一行9人连同那名小警察都来到了警局里的一处视听室。等到2科的人锁上了门，拉起了窗帘，方健才意识小警察将摄像机接到了电视上，在我们面前播放了起来。视频的内容并不长，一共不过几分钟的长度。拍摄到的内容则是一间带有窗户的昏暗房间，画面起初在来回晃动，似乎是摄像机正被人拿在手上调试。从画面中窗外的灯光判断，当时的时间应该是深夜。可奇怪的是，拍摄者却没有打开房间里的灯。几秒钟之后，摄像机终于停止了晃动，紧接着
一个声音出现在画面外：“王兄，这玩意儿调好了，可惜来得匆忙，没带监视用的设备，到时候恐怕拍不清楚啊。没关系啊，侯兄，你先休息会儿啊。今天那家伙还不一定会出现，明天我会去市里逛逛，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长焦镜头，先凑合下。也行啊，只是我们为何不去此人家中探查一二，反在这里窥视呢？侯兄有所不知啊，虽然你我二人判断此人就是凶手，可我们一来还没有调查清楚他的作案手法，二来也不知道此人是不是你我同道中人。万一此人已经在家中布下了禁制，我们这一去便是打草惊蛇。谈话声响起没有多久，两个人影便出现在了镜头前。看到那两个人影，四周二科人的情绪立刻有些激动了起来。林千怡在一旁告诉我，那两个人影就是已经牺牲了的2名调查员，一个姓王，一个姓侯。我点了点头，却有些奇怪，刚才在画面中那2个调查员之间的谈话，为什么感觉这么古怪？就好像是电视里那些古装片里的人物口吻，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正准备开口提问，镜头里面却忽然发生了骤变。那2名正在窗边的调查员正看着窗外的景物，忽然间，其中那名姓王的调查员浑身颤抖了起来，随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手指着窗户，好像看到了什么非常恐怖的东西一样。那名侯姓调查员立刻紧张道：“王兄，你怎么了？”王调查员尖着嗓子，好半天才挤出了一句：“有东西在我们的房间里，你刚才没看到吗？”另外一人也变了脸色，他立刻回到镜头前，将摄像机提了起来，四处拍了一下。这时候我们才看清，原来他们2个似乎是在一个招待所的房间里。房间是一个标准房，一眼就能望到头，除了2张床和1张椅子以及1台电视机外，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那名调查员提着摄像机，小心翼翼地走向了房门边上的厕所门口，朝着里面扫了一圈，厕所内也是空无一人。里面随即传来了侯调查员的声音：“王兄啊，你别疑神疑鬼的好吗？这里只有我们2个。”但那王调查员却忽然尖叫道：“错不了，这里还有人，是一个女人。”镜头前，王调查员惊恐地看着玻璃窗，忽然又跑到厕所前，朝着里面看了一眼。下一刻，他便忽然惨叫了一声，双手盖住了自己的脸。看到这儿，我只感觉一阵凉风吹到了他的背上，顿时让我毛骨悚然。因为在镜头里，王调查员的指缝间竟然有一行血泪流了出来。里面立刻一片混乱，镜头四处乱晃。那侯调查员似乎是把摄像机扔到了床上，让镜头只拍到了他们的下半身。但即使是这样，画面也没有持续太久。几秒钟之后，摄像机的画面变作白茫茫一片，上面竟然出现了白色的雪花点，就好像是以前电视机信号不好时出现的那种干扰信号一样。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只有2名调查员的声音依然还能听清楚。不过这时候已经变成雪花的画面中，忽然传来了一声极度揪心的惨叫声。紧接着我们便听到侯调查员忽然高声吟唱起什么，但就在这时，电视机里的画面突然一黑，便什么也看不到了。视频在这时候原来已经放完了。看完了视频，视听室里一片安静。过了好一会儿，那小警员才战战兢兢地问我们：“几位领导，你们有人知道这视频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方健忽然站了起来，揉了揉眉头，随后对小警员说：“这位同志，能不能先出去一会儿？我和我的同事们要开个小会儿，视频的事情我一会儿会给你解释的。”小警员点了点头，走了出去。临关门的时候，还看了我们几人一眼，眼神中充满了困惑。
显然是还想不明白刚才视频里发生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却有了一个猜测，虽然还不清楚视频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最后那一段类似干扰信号一样的画面，我在几个月之前却见过类似的现象。正胡思乱想的时候，方健果然也开口道：“各位，现在事情的原委差不多已经清楚了。从刚才的视频中，我们已经可以判断他们两个是遭遇了超自然事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摄像机镜头中出现的画面干扰，以及之后的断电现象。根据749局这么多年来总结出的一套规律，但凡是有超自然事件发生时，事件周围的电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依照林千怡当初给我培训时的说明，局里的研究处推断，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超自然事件发生时会影响到周围的磁场，使得电器系统发生故障。就好比之前我在香港时，那尊佛像一旦开始行动，便会使得周围的电灯出现闪烁。这次摄像机出现了画面，也正是这种干扰出现的反应。这个规律虽然不是100%正确，却能在70%以上的事件中得到验证。因此方健的话，所有人都表示了赞同。既然知道了原委，那接下来就是把事情的真相给搞清楚。我先总结一下目前的线索。从刚才视频的谈话可以看出，小王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此次事件的真凶，但也可能因此暴露了自己，才在视频中被真凶杀害。凶手可能是一名能力者，也可能是使用了某样可以远距离杀死别人的物品。方克仔，这次的事件为什么不会是闹鬼呢？三胖忽然说道。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方健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刚才的结论？如果是让我来猜的话，我多半会把刚才视频里看到的事情当作是闹鬼，因为视频里发生的就和我平时看的那些恐怖片里的差不多。那名王调查员还提到了房间里有一个看不见的女人，这不就是撞鬼了吗？但方健却信誓旦旦地说，这次的事件不可能是灵异事件。为什么呀？就凭小王和小侯他们的身份，他们是我们局里灵异类事件的专家，如果真是撞鬼的话，他们绝不可能像刚才那样束手无策。这时候林千怡拉了拉我俩，低声对我们解释道，原来那名王调查员与侯调查员是正牌的龙虎山正一道弟子，在没加入749局之前，就是国内赫赫有名的驱鬼道士。刚才视频中侯调查员吟唱的那一段，就是正经的道家咒诀。我咂了咂舌，暗想，原来这世上真有正儿八经的道士吗？难怪刚才就觉得视频里那俩人说话文绉绉的，和古代人似的，原来真是道观里出来的。高亮这时候却阴阳怪气的对方健说道，那也有可能是他们法力不够呢，如果换成是我们三科当初那位，说不定这事情早就解决了。正说着，林千怡忽然瞪了高亮一眼，把他的话给瞪了回去。我听了却好奇地问了一声林千怡，我们科里原来也有道士？林千怡却没有回答我。另一边，方健则根本没有理睬高亮的挖苦，继续说道，不管是不是灵异类的事件，我们调查的时候也要多加小心呢。目前先从小王他们出事的地方着手，警方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他们租住的招待所，但从视频里来看，那地方应该就离他们出事地点不远了。我们分成3组，分别调查这3个区域，不论发现什么都不要轻举妄动，第一时间联络我和另2组人。说完，方科长从刚才要到的资料里抽出了2张似乎是地图的文件，分到他们2科自己人的手中。至于我们，则提也不提。高亮点上一根烟，在一边吞云吐雾，也没有出声的意思。三胖却急了，方科长，
那我们3颗干嘛的？方健冷笑一声，调查的事情我们2颗自己能解决，你们3颗就负责警局里的事情吧。对了，不管有事没事都不用给我们打电话。说完一摆手，2颗的人便和方健一起走了出去。三胖一脸没明白的样子，回头对高亮问道：高老大爷，方科长刚才是什么意思啊？高亮将烟屁股随手一扔，没好气地说：什么意思？当然是给他们擦屁股。林千怡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我才知道高亮嘴中的擦屁股原来指的是去清除警局里那些警员的记忆，把与这段视频有关的证据都抹除掉。虽然警局里已经对视频下了封口令，但是依照749局的规定，只要是接触过神秘事件的人，就算他们是国家公职人员，也一样要接受记忆清除的处理。这种事情不是可以让外事处来解决的吗？搞了半天呢，王处长说的协助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还千里迢迢的过来干嘛呢？三胖听了恨恨地说道。一边说着，三胖还从高亮口袋里很不见外的掏出了一盒烟，抽出了2根，一根给我。我刚想伸手接，便感到从身旁的林千怡那儿传来的杀气，只好对三胖摇了摇头。三胖见了深笑了一下，把多余的那根烟夹在了耳朵上，自己点上烟道：高科长，那我们接下来干嘛嘞？现在就去清除别人的记忆，事情还没结束，现在这么做太早了吧？高亮也点了一根，猛抽了一口道：急什么呀？赶着去投胎呀？这事情等事件结束了再做也不迟。既然来都来了，就全当是公费旅游，大家一起出去逛逛街吧。听说8成的火锅还是非常不错的呢。等他们2个抽完烟，我们便离开了视听室。刚出门，便见到了之前被方健赶出来的小警察，竟然还站在门口等着我们。至于2科的人，则早已经不见了踪影。问了这个小警察，才知道2科的人已经出发离开了警局，那些人不肯让他陪同，所以这小警察只能留在这里等我们。小警察此刻手上还抱着一个文件夹，他把这文件夹交给了高亮，对他说道：这位领导，刚才那些领导走得太急，所以呢我还没来得及说呢。局里刚刚做好了第3个死者的尸检报告，想问问你们要不要看看呢？第3个死者？高亮愣了一下，不知道小警察指的是谁。就是那个放高利贷的混混。小警察认真地解释道：领导，你忘了，这次死的人除了你们的人之外，我们还在现场附近几公里远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具同样死状的尸体吗？那尸体就是这个混混的。之前局里面把精力都集中在了2位部里领导的事情上，那混混的尸体因此拖到现在才做了尸检，这个就是他的尸检报告。高亮扫了一眼尸检报告，忽然咦了一声，似乎是发现了什么线索。不过他没有直接解释，而是直接传给了我们过目。你们都看看，这报告上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和三胖听了，立刻好奇地凑到了林千怡身旁，一起看过去。三胖奇怪的：高科长呀，有话就说，你现在还卖关子，有意思吗？高亮没理三胖，而是看着我问道：四九，你看出来了吗？我快速地在报告上扫视了几遍，一时间仍然不明白高亮所说的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份尸检报告上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消息，死者的死因和我们之前已经知道的消息一样，与第1名死者蒲苍流以及后来接连死去的2名2科调查员的死因完全相同。唯一有一点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就是这名死者的死亡时间竟然与王调查员是同一时刻。根据尸检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俩的死亡时间前后不会相差超过5分钟。难道说
高亮所指的就是这个？我把心中的答案说了出来。高亮听了，却并没有点头表示赞同，而是说道：“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地方，估计你们这2个新来的都看不出来。小林，你说给他们听听。”林千怡点了点头，对我们俩解释道：“除了死亡时间外，这份报告里还有一个可疑的地方，那就是死者的姓名。他的姓名和王调查员竟然是完全相同的。”诶，听林千怡这么一说，三胖也看向了死者姓名那一栏。他说道：“林姐，你说错了吧？那王调查员的全名我记得呀，叫王阳明啊，这小子的名字却叫王涛哎。2个人最多也不过是同姓，哪里有同名呢？”林千怡看了一眼站在一边的那名小警察，又看了一眼高亮，见到后者点头示意之后，才对我们说道：“你们2个都不知道，其实王涛才是王调查员的真名，王阳明只是他进入正一道后取的道名，他们2个人的名字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就愣住了，2个相同名字的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因为同一个原因死去，这也未免太巧合了吧？三胖也说道：“高科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啊？你可别说这都是巧合哎。”高亮没有直接回答，他从我们手里要回了尸检报告，又看了一眼后摇了摇头。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我也不知道。不过这并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就让方老板去头疼吧。高亮嘴里的方老板指的就是2科科长方健，因为他外表看上去像是私企经理，因此被高亮在背后取了这个绰号。一边说着，高亮一边回过了头，招手叫过了小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小同志，要麻烦你再走一趟了，请替我们把这个尸检报告交给之前离开的那一批人，这东西对他们可能有用啊。”“不麻烦呢，您别客气，我来就是为各位领导跑腿的，我现在就替您把东西送过去。”嘴上是这么说，可小警察接过了报告后却没有立刻就走，而是站在一边，有些欲言又止地看着我们。“你还有事吗？”高亮皱了皱眉头，只见那小警察咬了咬牙，苦着脸对高亮问道：“领导啊，您多包涵，也怪我好奇心太重，我就是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呀。说给你们听吧，可这又都是我的猜测，不说吧我心里又堵得慌。”高亮好笑的：“想说就说吧，说错了我也不会怪你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啊，那领导你可别和我们领导告状，说我干扰你们工作呀。”见到高亮点头保证，小警察才继续说：“几位领导，其实我怀疑这次的事件，蒲队长并不是第一个死者。”高亮愣了一下，说道：“什么不是第一个死者？这位小同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小警察犹豫了一下，又把我们拉回了视听室，锁上门，才说道：“几位领导，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就在那位反扒队长死亡的前3天，八城当地还发生了另外一起死亡事件。死者是当地八城工商大学的一名学生，名叫谢天豪，死亡地点则是在那所大学的宿舍区，死因则是跳楼自杀。”“自杀？”高亮疑惑地说：“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小警察要忽然提到一起自杀事件呢？”不过谁也没有发问，而是耐着性子继续听小警察解释。“说起来也巧啊，这起事件当时就是我负责的。当时是夜里2点多，
我们赶到后，发现谢天豪已经死了。根据现场证言，他的死亡时间是夜里1点钟，而在他跳楼的那栋宿舍对面，正好还有另一栋学生宿舍。大学里的学生睡觉晚，因此当时还有不下10几个人正在阳台上洗漱。他们都证实自己当时听到对面的楼里有人在发疯似的大叫，好奇之下便朝对面看了一眼，结果也就因此刚好看到了谢天豪跳楼的一幕。我插嘴问道：你说对面的楼里有人看到了，那谢天豪宿舍的同学呢？他们没看到现场吗？小警察解释道：谢天豪所在的学院是那所大学里有名的贵族学院，专门招收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却愿意花大价钱买一张本科学历的学生，因此里面的大部分学生家里都是非富即贵呀。一些人不喜欢住校，便经常晚上回家住。那天与谢天豪同宿舍的3个人正好都回家了，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宿舍里过夜。叫我点了点头，那小警察才继续解释道：谢天豪的家里也是非常有背景啊，是本地一位富商的儿子。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市警局领导也对这次事件非常慎重，让法医对死者的尸体进行了全面的解剖。解剖的结果证实了谢天豪的确是跳楼而死，但是除此之外，他的尸体上却还有一些其他的异状。谢天豪是从6楼跳下去的，他的脑袋正好先着地，结果颈部以上全部摔成了肉泥。但奇怪的是，做尸检的时候，法医却没有在现场搜集到的尸体残骸中发现眼球组织，而且在谢天豪的脸上还有一些明显是跳楼之前就出现的血迹。这个死状虽然古怪，却也能够解释，毕竟死者是从6楼跳下来的，又是头先碰到了地面，在坠落时产生的冲击力很可能压坏了死者的眼球组织，才导致尸检的时候找不到谢天豪眼球的踪迹。因此，除了当时负责验尸的法医，谁都没有将这个线索放在心上。除了这个线索之外，还有一个疑点会让人对谢天豪的死产生疑惑，那便是谢天豪自杀的原因。警方在死者的遗物中并没有找到类似遗书的东西，询问死者的同学，也没有人能对此说出一个所以然来。但不管怎么样，因为有最为关键的目击者证词，谢天豪死去的第3天，警方就对外宣布谢天豪是死于自杀。高亮问道：既然有这种疑问，为什么方老板、方健他们在场的时候没有听你提起呢？小警察无奈地说：我倒是认为谢天豪的案子和现在这4起没有什么联系，不过刚才我去拿验尸报告的时候碰到了反扒队的人，老实告诉几位领导啊，蒲队长在反扒队里威望很高啊。那些队员们见到自己队长的案子迟迟没有进展，有些人就在私底下做了些调查。他们听说这次部里面又来了几位大人物，就想让我和各位提一下这个疑点，希望能对调查有所帮助。他又叹了口气道：至于局里面这些疑点他们也知道，不过一来那个谢天豪的尸体已经被他家人火化了，没法再次做尸检验证；二来涉案人员又是一名大学生，跟后来死去的几个人根本就扯不上半点关系，所以他们也没有放在心上。高亮摸了摸自己的双下巴，自言自语道：这个理由倒也说得通。我却有别的想法，开口道：高科长，那谢天豪说是自杀，但如果我们刚才看到的视频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话，那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什么可能啊？高亮回过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组织了下自己的语言，说道：视频里的王调查员在临死之前，很明显是看到了什么而受到了惊吓。王调查员是局里的老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那如果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的话，你说他会不会害怕的慌不择路，然后就
跳楼了？高亮插嘴道。我点了点头。三胖在一边张大着嘴道：“那他究竟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能把一个人吓得跳楼难道是鬼吗？”三胖的话让视听室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就连房间里的温度都好像降低了几度，让人觉得阴森森的。林千怡插嘴道：“小朱，你瞎说什么呢？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呢？”高亮在这时说道：“小林说的对呀，如果这世界上什么案子都往鬼神身上推，那还需要我们警察干什么呢？不管怎么说，谢天豪的死因都有些可疑，说起来倒还真有值得我们去调查的价值。”一边说着，高亮一边取出了一张名片，交到了那位小警察的手里。“这位小同志，我们对你说的线索非常重视。既然你说那些反扒队的人自己私下里也进行了一些调查，那你能不能替我们去问他们要一些调查资料呢？我们想研究一下。”“好的。”小警察战战兢兢地接过了高亮那张名片，抬头看了一眼高亮。“那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一会儿我们要离开警局一会儿，你这边一有消息就电话联系我。”小警察走后不久，我们这次的警局之行也到了尾声。高亮走到了门外，对着我们说道：“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吧？走，出去干活了。”三胖问道：“高个子，我们现在去哪里啊？是先从局长开始，还是别人呢？”高亮奇怪地说：“找局长干嘛呀？不是你说的我们要去给2科的人擦屁股吗？还有那2人的手提箱也要拿回来吧？”高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既然这样，那三胖你去吧，我和小林他们要去别的地方。”“别的地方？八城工商大学，你去不去呢？”“去。”三胖立刻挺直了身子回了一句。30分钟之后，我们4人换好了便装，乘着2辆出租车来到了八城工商大学。八城工商大学在八城的南郊，依山而建。虽然不是什么重点大学，学校里的教学楼、生活设施和其他设备却应有尽有。我因为高中毕业之后便直接去了东海打工，因此这还是我第一次进入大学，能够近距离观察大学里的一切，让我感到非常好奇。走在路上，一刻不停地四处打量着四周，除了我之外，一路上三胖的视线也没有消停过。不过他关心的不是大学里的环境，而是那些走在路上的小姑娘们。看着那些正处在发育高峰期、年轻貌美的小姑娘们，三胖乐得合不拢嘴儿，一脸跃跃欲试，想冲上去和人搭讪的表情。不光是我们在打望别人，不少学生也一直在往我们这儿行着注目礼。不过那些学生大多数都是男性，而他们的目光也都集中在林千怡的身上。虽说这所大学里的女生长得普遍都不错，但是和林千怡比起来，就要黯然失色许多。从校门口一路走到半山腰，来到教学楼附近，高亮领着我们四处看了一圈，便说道：“这样转也打听不到什么，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49啊，你年纪轻，和这些学生们都是同龄人，你就伪装成学生去找谢天豪的同学们打听一下他的情报。”我点了点头，想了想又问道：“高科长，为什么不直接用警察的身份去找他们呢？”高亮白了我一眼：“那些学生们又不是没被警察询问过，如果真的有什么，你觉得我们会不知道吗？有些事情还是同龄人的身份更容易打探清楚。”他又回过头对林千怡吩咐道：“小林，你就和我一起去校长室，看看这学校最近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不待林千怡点头，三胖跳了出来，指着自己说：“高科子，那我呢？”高亮眯着眼看了他一眼：“你和我们一起。”高科，我没听错吧？三胖夸张地竖起了耳朵，不满地说：“以我的年纪，怎么看我都应该和49一起去找那些学生啊！”高亮瞪了三胖一眼：“只有瞎子才会这么觉得吧？”他的话不无道理。虽然三胖和我年纪差不多，但或许是因为体重的缘故，让他看上去长相老成，看起来没有30出头，也有27、8的年纪。让他去伪装学生与人套近乎，
人家恐怕都要以为他是色狼了。说完这些，高亮也不多说，便带着林千怡朝着一栋教学楼走去。三胖委屈地踢了地上一块石头一脚，想了半天才咬牙追了上去。三个人走了之后，只有我一个人被留在了原地，看着四周来来往往的学生，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好像是无头苍蝇，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该干什么。虽然高亮让我伪装成这所大学的学生去找谢天豪的同学们打探消息，可是说起来，我好像连谢天豪究竟是哪个学院的都不知道啊。幸好谢天豪的死在学校里也算很有名，我随便找了一个学生打听了一下，他便告诉了我谢天豪是哪个学院的。不过当听到我问他们在哪个教室时，那个学生却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经他解释，我才知道原来大学和高中不一样，每个班级并没有固定的教室，而且大家的上课时间也不一样，因此要找人的话，最好还是去他们宿舍那里问上一问。10几分钟之后，我气喘吁吁地走到了谢天豪的宿舍楼。之前已经说过，巴城工商大学是依山而建的一所大学，校园入口和教学楼都在山脚附近，而学校的宿舍区则是在山腰上，因此从教学楼走到宿舍区竟然也要走10几分钟的山路。边走边问，我很快便来到了谢天豪生前所住的那栋宿舍楼。离宿舍楼不远有一片工地，一群工人正在那儿热火朝天地盖着3栋新的宿舍楼。站在楼下，我抬头看了一眼楼顶，这栋宿舍楼一共有6层，死者谢天豪跳楼的位置就在最高的第6层。不过虽然名义上是6层楼的宿舍，可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宿舍楼都是建在山上的斜坡上，在宿舍楼底层被人为抬高了一些高度，因此这栋宿舍楼的6楼其实已经相当于一般小高层的7、8层高了。难怪当时警方会对尸体上缺失的眼球组织并没有太过重视，在这种高度上跳楼，又正好是脑袋先碰到地面，我可以想象当时现场的惨烈。我起初想要看看谢天豪的死亡现场，便在楼下转了一圈，不过因为事发已经超过1周了，警方又已经结案了，因此谢天豪的死亡现场已经完全被人清理过。要不是有一块草地上还留有一丝血红色的痕迹，恐怕我都不知道这里原来有人跳过楼。现场没有什么线索，我便打算进宿舍楼看一下。正准备进去，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却响了。掏出手机一看，见到是林千怡的电话，我连忙按下了接听键。林姐，有什么事吗？四九，你在哪儿？手机另一端的林千怡刻意压低着声音，在电话里还能听到高亮和另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他们似乎还在教学楼那边。我连忙回答道，林姐，我正在谢天豪的宿舍，准备找他的同学们打听一下情况。好的，四九，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情况，一会儿你顺便去确认一下。是什么情况啊？我想也不想地问道。我们从谢天豪班级的辅导员那里打听到，谢天豪在他们班里的人缘并不太好，似乎很多同学都很讨厌他。我怀疑谢天豪的死或许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呢。你一会儿记得打听一下这方面的事情。我知道了，有情况就联系我们，我们这儿有了消息也会通知你。林千怡说完便挂断了电话。我收起手机，又抬头看向楼顶6层的那一排阳台。谢天豪和周围的人关系很糟糕，这和他的死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一时间想不出来，但既然林千怡会特地关照我，叫我注意这个问题，那想必一定有他自己的用意。我把林千怡的关照做成了便签，贴在了心中的备忘录上，便走进了宿舍楼。进楼的时候，我原本准备好了一番说辞，准备应对宿舍楼的管理员，但让我意外的是，宿舍楼里并没有人对我这个陌生人进入大楼产生疑问，既没有人阻拦我，也没有人询问我进楼的目的。我就这么畅通无阻的一直走上了6楼。
6楼的走廊热闹异常，每一间寝室的大门几乎都大开着。走在走廊上，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寝室里的学生，要么正在看电影，要么就是在打游戏。有一些人看到我这个陌生人从他们门口经过，也只是匆匆一瞥，什么都没问。看到6楼的每间宿舍里几乎都有人在，我心想自己来的正是时候，看起来谢天豪他们班现在正好还没有上课。于是我走到了谢天豪寝室门外，想要先从他的舍友那儿打听一下消息。不过我敲了半天门，却没有人开门，反倒是把隔壁寝室的人敲了出来。一个眼镜足有啤酒瓶底儿那么厚的学生从隔壁探出了脑袋，盯着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才问道：“你找谁呀？”我连忙解释自己是谢天豪以前的同学，知道他出事了，想要来看看他生前住的地方。那眼镜男却警惕地看着我：“你是他的同学？那你是哪里人呢？”我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的口音引起了对方的怀疑，连忙解释自己其实是谢天豪的小学同学，因为很小就搬到了外地，所以口音才不像80%的。听到我的解释，那眼镜学生才放下了戒心。他穿着一条大裤衩从自己寝室里走了出来，对我解释道：“是这样啊，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是小偷呢。最近我们这里老是有人偷东西，大家都有些紧张了。”我笑着说了句没事，接着便问他谢天豪的宿舍怎么没有人开门。那眼镜学生看了一眼谢天豪的寝室，撇了撇嘴道：“他们呢，都回家了。毕竟宿舍里死了人，那些家伙都吓死了，没有一个人敢回来住啊，就怕害死谢天豪的鬼魂又来找他们。害死谢天豪的鬼魂？”我连忙问怎么回事。眼镜学生左右看了看，见走廊上没有别人，才低声说：“实话告诉你啊，那天晚上我也在宿舍。谢天豪死之前，我们宿舍里好几个人都听到谢天豪在喊有鬼呀，有鬼呀。”没过几秒钟，就听到窗外传来的闷响，去阳台一看，才发现是谢天豪跳楼自杀了。我顿时大惊道：“什么？有这种事啊？那警察怎么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呢？”那眼镜学生摇了摇头：“这话谁敢和警察说呀？别说警察信不信了，万一让学校知道了，恐怕还要说我们是封建迷信。再说谢天豪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人呢，死了也就死了，没人会去关心。”说到这儿，眼镜学生才想起我现在的身份是谢天豪的老同学，在我面前说谢天豪的坏话，好像有些不合适，连忙想要改口。想到之前林千怡叫我打听下谢天豪的人际关系，我便安慰他，自己和谢天豪10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的人。希望他能再给我说说刚才为什么会这么形容谢天豪。眼镜学生犹豫了一下，正要开口，走廊尽头的一间寝室门却打开了，一个男生拉着房门，对着楼梯口大喊道：“小安子，小安子，快上来！”几秒之后，便听见楼梯里一阵乱跑的声音，一个看起来皮肤黝黑、身材偏瘦的学生跑了上来。不知为什么，这位被叫做小安子的学生对之前叫唤他的人的态度好得不得了，看起来不像是对待同学，倒有点像是服务员招呼客人的模样。更让我傻眼的是，没多久我便看到那名学生从宿舍里抱出一大包内衣裤扔在了地上，随后又掏出10块钱塞给了小安子，便关上了门。收好了钱，小安子拎起衣服刚要走，看到我和眼镜学生便走了过来，陪着笑脸对眼镜学生说：“黄哥，今天有衣服要洗吗？”“没啊，你走吧，我这还有事呢。”一边说，那眼镜学生便把我拉进了寝室，关上了门，耳朵贴着门口，一直等到门外脚步声渐渐远去，眼镜学生才指着门外对我说：“刚才那人呢，是我们班上最穷的小子，叫张安。要说谁最清楚谢天豪那家伙到底有多坏，就属那小子了。”这是什么意思？眼镜学生给我简单解释了一下，就如我之前听说的那样，他和谢天豪他们所在的这所学院是一所专门面向有钱人的学院。进入这所学院的学生，尤其是本地学生，都是一些高考成绩不理想，
却希望能得到本科证书的富家子弟。不过学院里的学生也不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人，比如说那个张安，就是凭借正常的高考渠道考进来的。他们的学院因为有钱，和国外的一所大学搞了一些合作项目，成绩优异的学生能有机会去国外进修，因此对他们来说也还算是有些吸引力。这些正常录取进来的学生家境比起谢天豪他们来说就普遍要差了许多，而张安在这些学生中是家境最差的一个学生。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穷的连书都读不起，但也是困难的紧，家里给的钱仅仅勉强能支付得起他的学费，至于生活费则是连半毛钱都没有。因此为了生存，张安便在学校里干起了各种勤工俭学，有的时候甚至会替同班同学跑跑腿、洗洗衣服来赚些小钱儿。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有钱的本地学生因此有些看不起张安，不但如此，甚至还有意无意的会故意的欺负他。而在这些人中，性质最为恶劣的则要数谢天豪了。谢天豪抓住了张安缺钱的弱点，经常恶意用一些小钱刁难他，比如说大冬天的出钱叫他洗衣服，故意在张安被褥上撒尿，再用几十块钱给他做补偿。如果说这些只是小打小闹的话，那有一次谢天豪所做的事情就连其他人都有些看不惯。有一次谢天豪找了一个女生，让他假意勾搭张安，伪装成对他有兴趣的样子，随后却在张安对女子产生了感情，并且因此写了一封情书后，让那个女生当众将情书念了出来，随后还把情书撕了个粉碎。对于谢天豪的欺凌，张安一直是逆来顺受，不敢反抗。可就算他这样，谢天豪也没有放过他，反而还变本加厉。就在谢天豪自杀之前的几天，他们的宿舍楼里发生了盗窃案，谢天豪放在宿舍的一部手机也被偷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更新。明天我们不见不散。